在上一集视频已经讲解离子间的形成，涉及金属元素将一个或多个电子转移到非金属元素上，而形成两个带相反电荷的离子，例如钠原子和氯原子。这两个离子是因为静电力的作用下而相互吸引，形成离子键。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了解离子化合物的结构、它们的特性以及如何绘画它的立体图。在现实生活中，离子化合物的固体是由数以千万个的离子组合成，而不单仅仅是几个离子，而相反电荷的离子是有规律及连续的排列。这种排列模式称为矩形晶格，例如氯化钠是一种矩形晶格。在本视频，我们将讲解离子在矩形晶格中的组成方式，以及如何影响离子化合物的性质。同时，离子化合物是以三维空间排列组成的矩形晶格结构，科学家称为矩形离子结构。以下展示氯化钠的矩形晶格结构。在矩形离子结构内的正电荷钠离子被负电荷的氯离子包围住。留意，矩形晶格是一个三维结构的晶体。在矩形离子结构内的正离子和负离子之间拥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离子键是非方向性的静电吸引力。离子化合物是十分容易碎裂，它们很容易受外力而碎成小块。但为什么离子化合物会容易碎裂呢？当对离子化合物的某个平面施加压力时，离子便会移位，导致带有相同电荷的钠离子排列在一起，而氯离子亦是如此，并互相排斥，最后导致离子化合物裂开成碎块。总结，离子化合物是一个矩形离子晶格，而不是以单一的分子形态存在。这个矩形离子晶格是由各正负离子有规律及连续的排列所组成的三维空间。如何绘画氯化钠晶体结构？第一步，绘画三个正方形。第二步，画一条直线连接各正方形。第三步，再画出不同的中线。第四步，在立体的正方形绘画钠离子。第五步，同样绘画氯离子。绘画氯化铯晶体结构。步骤一，绘画三个正方形。步骤二，画一条直线连接各正方形。步骤三，再画出不同的中线。步骤四，在立体的正方形中心绘画铯离子。步骤五，同样绘画氯离子。离子化合物内的离子以强大的离子键连接着，需要大量热能才能破坏离子键，所以熔点和沸点十分高。例如，氯化钠的熔点约为摄氏800度。离子化合物的另一个特性，当离子化合物处于固态时，它不能够导电，因为固态的离子化合物各离子的位置是固定，因此离子不能够流动。但当它变成熔状态时，离子便能摆脱离子之间的相互吸引力，离子便可以自由流动。
多数的离子化合物都能溶于水，例如氯化钠溶于水时，它会理解成钠离子和氯离子。由于水是一种极性物质，各离子在水中变得稳定。因为带有正电荷的钠离子被带有部分负电荷水分子的一端吸引，而带有负电荷的氯离子则被带有部分正电荷水分子的另一端吸引。这种溶解作用最终把钠离子和氯离子从晶格中带走，导致各离子可以自由流动。烧杯内装有硫酸镍水溶液，并将2根石墨棒插入溶液中，连接石墨棒的一端分别用2个鳄鱼夹连接微型灯泡和发光二极管，将另一根石墨棒连接到另一端，石墨棒分别连接正电极和负电极，以完成电路。当电路通电后，将看见二极管亮起，得出溶液可以导电。